各位在第一线奋斗的创新者、技术主管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让你又爱又恨的主题 ——PMP。不过，我们不讲那些生硬的理论，而是要来谈谈怎么把 PMP 变成你手上最灵活、最强大的创新工具箱。好，我们直接切入痛点。当你一听到 PMP 这3个字，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堆繁琐的流程、填不完的文件？是不是觉得，这套东西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这种变化快、需要高度弹性的研发环境？放心，如果你这么想，你绝对不是一个人。不过，我今天要说的是时候更新我们脑中的 PMP 版本了。它早就不是过去那一套死板的标准作业流程。现在的 PMP 已经进化成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框架，它的重点是给你一套系统化的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转变光从画面上就能看出来。你看左边，这就是大家印象中那种以流程为中心的传统架构，对吧？但现在，请把焦点放在右边，这才是现代 PMP 的灵魂——人才金三角。它强调的是什么？是工作方法、影响力技能，还有商业敏锐度这3者之间的平衡。这可比单纯跟着流程跑重要太多了。数据最诚实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 PMP 考试内容，你会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处理人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影响力技能，竟然占了42%，将近一半呢。这就直接打破了 PMP 只在乎流程的刻板印象。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专案的成功或失败，有将近一半是取决于你怎么跟人沟通、协作。好，理解了这个核心的转变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怎么样去驯服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要来聊聊如何把充满变数的创新变成可以被管理的绩效领域。这里有个最关键的观念要先建立，就是 PMP 它从来没有强迫你只能用一种方法。在它的整个框架里面，其实同时包含了预测式，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瀑布式开发，这种就很适合需求非常明确的专案。同时，它也完全拥抱调试式，也就是敏捷开发，这根本就是为了应对快速变化而生的嘛。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再以为学了 PMP 就等于要跟 Agile 说拜拜。正好相反，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Scrum 其实是现代 PMP 框架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这就完美的说明了 PMP 的精髓。它是一个工具箱，不是一把万能锤。你的团队可以也应该要去自由选用最适合你们的工具。所以你的选择有哪些呢？你可以走完全的预测式，这在硬体开发初期规格很硬的时候可能蛮管用的。你也可以走完全的调试式，这对纯软体开发团队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或者你可以玩混合式，结合两边的优点，这在很多韧体开发或是系统整合的专案里其实特别常见。PMP 给你的是选择的自由。OK， 既然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处理不确定性了，接着我们来处理那个最棘手的问题。进入第2部分，以人为本的专案。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怎么去管理试算表，而是管理你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人，利害关系人。这会直接帮助你解决研发部门、产品部门还有客户之间那些常见的冲突。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专案的成功取决于你跟关键利害关系人的协作和沟通。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专案管理的铁律。你想想看，再厉害的技术，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的支持跟认同，最后是不是也很难顺利落地？那具体该怎么做？第一步，很有策略性的去盘点你所有的利害关系人。画面上这个权力与利益方格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它能帮你很快的分清楚谁是需要你密切管理的大老板，谁又是那种只需要让他知道进度就好的周边人员。这样一来，你宝贵的沟通资源才能真正花在刀口上。策略地图画出来之后，第2步就是战术执行了，制定一份沟通管理计划。你眼前这张表
就示范了它的精髓。我们要清楚定义谁在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方式拿到什么资讯。这不是在搞官僚，这是专业。它能让你主动去消除团队之间的资讯落差，确保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来聊聊如何兼顾速度与安全，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导入这些管控流程，是不是就会扼杀我们宝贵的开发速度？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变更控制。它绝对不是一个用来阻挡需求的官僚程序，而是一个精简的评估流程。它的核心目标是在变更发生之前，就清楚地评估它会对时程、成本还有品质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范围无限制扩大，还有技术债的不断累积。更有趣的是，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种正式的变更控制跟现代开发的 CI/CD 流程做一个无缝的结合。举个例子，你可以把变更请求的核准状态直接设定成触发自动化建制或部署的闸门，这样一来，你就等于有了一套自动化的品质守门员机制，既能确保品质，又不会因为一堆手动签核而拖慢整个团队的速度。身为技术背景的管理者，我们都相信数据会说话。PMP 其实非常鼓励用数据来做决策，不管是敏捷团队很常用的速率，也就是 velocity， 或是周期时间 cycle time， 还是说更传统但功能很强大的时或值管理，也就是 EVM， 它是一种整合了范围、时程和成本来评估专案绩效的方法。这些指标都能帮你向管理层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报告，让他们一眼就能看懂专案目前的健康状况。好了，理论跟工具我们都谈得差不多了，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看最实际的，到底该怎么开始。这里我提供一个分阶段的导入路径图，可以帮助你的团队更顺利的去采纳 PMP 这个框架。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4步骤的路径图。第一步，先评估，好好检视一下你们目前工作流程的痛点到底在哪里。第2步，培训，让团队里的核心成员先掌握现代 PMP 的原则跟精神。第3步，试办，挑一个定义清楚的专案来测试这个新框架。最后一步才是全面实施，把试办之后优化的流程推广到整个部门。用这种结构化的方法，导入过程就会变得可控，而且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总结一下 ，PMP早就不是只有甘特图的代名词了，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管理框架。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在我们研发团队这种创造性的混乱当中，带来清晰的秩序跟明确的方向。你的下一个专案肯定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那么，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你会想从这个全新的 PMP 工具箱里面拿出哪样工具来迎接挑战呢？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